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2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当下是美国大选前美股超级财报周发布，难道美股又将迎来大涨行情吗？ AMD 出现了拉升信号，有资金提前买进，谷歌也迎接底部反转行情，构成了反转结构。当下阿哲除了会在本视频当中讲解纳斯达克的指数行情预测分析，同时对于目前的热门个股 AMD、英伟达、谷歌、特斯拉、MSTR 等等个股都会进行详细的走势拆解和分析，告诉大家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图版。那么今天阿哲依旧会首先讲解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分析。在之前的每一次行情走势当中，我们对于每一根 K 线、每一根阴线的下跌都有做出过详细的标记和讲解。你会发现的是，每一根叫得出名字的 K 线，它其实后续都带来了不错的行情和提醒。而当下近期的2根 K 线，它是属于长上影 K 线以及昨天的假阴线上涨。那么目前的市场通过这2根 K 线能得到什么样的行情解析提醒，对我们的后续有什么帮助？阿哲会在第一部分的影线、阴线观察中告知各位，而后第二部分是关于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却实用的空间顶底测算的交易技巧，阿哲同样会为大家去做分享。当我们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的环境有了一定认识之后，我们会在后续讲到个股标的的一个交易和解析，告诉大家当下行情的机会和风险在哪些个股当中所出现。如果你是首次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还请各位新朋友，你可以点击一下我们图表当中的订阅，在阿哲视频下方或者说在首页找到订阅按钮，点击订阅，点击小铃铛，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你都可以准时的参与，每场直播你都可以准时的参加，感谢各位的订阅。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市场当中去看到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你目前所看到的就是纳指的一个图表，昨天和上周周五分别是一根长长的上影 K 线和一根假阴线。昨天的市场虽然收的是阴线，但收盘价依旧是抬高的。目前的市场在前期的防守阴线之后，股价迎接了连续的3天上涨，而且每次的上涨都是开盘远高于前一天的开盘，属于连续的上涨，连续的跳空。所以目前的多头其实并没有出现极度的弱势的情况，依旧保持了很强势的上涨态势。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归到这一根长上影线的讲解当中，很多同学看到长上影线其实是很担忧的，觉得上影线的出现就是高点的形成，很多时候市场会有风险在上影线的行情当中产生。这个观点不能说完全的错误，它依旧有一些可考察以及实用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一根股价的上影线，是不是后续市场是下跌的？那像这一根上影线，市场后续也是下跌的，所以出现了长上影线，行情走势不太妙，那么也是正常的分析逻辑。但我们看到这里，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那如果按照前期2个上影线的逻辑来说，这里我应该去卖出股票，我不应该参与行情的做多走势。如果你当时真的这么去考量，真的这么去观察，第2天你会发现确实如期下跌，但后续却走出了强势上涨行情。那么也就是说，长上影线它不是必然的下跌，你依旧要去具体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的是，有些时候行情当天的 K 线是不太好看的，但是它依旧不影响后续的上涨。那么阿哲近期一直谈到这一个长上影线的问题，就是如果市场出现了长上影线，我们的分析很关键，要取决当下的趋势。如果你发现长上影线出现在下跌的走势当中，并且它短期内不能快速的把上影线的高点给吃掉，给突破，那么我们会发现的是，往往它确实是高点的形成，你应该后续看空。而你会发现，如果出现了上影线又是没有吃掉，而是跌破，那么高点就出现。
那么当你发现如果后续的上影线是快速的能够被收盘突破，能够被快速的吃掉，那么这种行情一般告诉你它是一个多头强势的行情。在空头强势的行情，上影线是风险，而在多头强势的行情，上影线它可能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分清楚目前的市场是多头占优还是空头占优。如果空头占优，那么大概率目前是高点，反之则大概率它依旧后续会是上涨，目前是一个机会。在市场处于多头的行情下，你会发现的是大部分的长上影线的出现，其实它不是风险，未来反而依旧会有更好的上涨。看懂这种长上影线，它反而会让你把握到一个普通散户很难去买到的一个加速点位。是不是在前期的这一轮纳斯达克指数的上涨当中，它有频繁的长上影线的出现，而这种长上影线的出现后续都是上涨的，那唯独有那么一次出现了长长的标准的长上影线之后，它不能够快速的突破吃掉，而是跌漏。那这种呢，说明这个位置它不再是前期的强势走势，你要开始小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当下的行情走势属不属于强势？阿哲在之前开始讲解前就说过了，目前是连续3天上涨，连续3天的跳空，连续3天收盘抬高，所以多头是强势的。那多头强势，它之前的上影线，你会发现是不是都快速的被吃掉了？所以目前的这根上影线，只要它后续依旧收盘站上，我们就认为纳斯达克指数这里不是高点，它这里不是风险，反而有机会继续的出现上涨行情，而且很有可能是加速上涨行情哦。此时此刻，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选手，那么你可以等待的是一个明确的收阳突破 18690.01， 那么这个动作的出现告诉你目前就是看涨的。那么阿哲呢也告诉大家，那假阴线的出现，它和长上影线的出现，其实它的含义有所相似，你依旧呢要去关注一下目前的走势。如果多头强势的一根假阴线，它其实是有很特殊的含义的，它代表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有朋友说昨天高开但是低走，这是一个空方信号，真的吗？我们需要具体的分析。你会发现像这种 K 线之前少见吗？不少见吧。股价虽然收阴，但收盘却是上涨的。像这一天它不也是吗？它是一根假阴线，但后续股价跌了吗？没有跌呀，它是上涨的。那像这一天呢，它也是假阴线呀，它收盘是下跌的吗？它收盘是上涨的，而却是收阴，假阴线后面跌了嘛，它也是上涨的。那包括我们看到的，它也是假阴线，是吧？它后面跌了嘛，它没跌，它也是一个上涨的。所以假阴线就一定会下跌吗？并不会。那你会看到这一天是假阴线，但是它却是下跌了。这一个位置我们依旧要看一下是多还是空。如果明显是在空方趋势，那假阴线你就知道了，风险确实有的。而如果是多头行情呢，那假阴线的出现，那有时候可能是机会哦。所以看回到目前的这一根纳斯达克指数的假阴线，而目前的行情属于上涨的，那这种假阴线的信号，它需要恐慌吗？并不需要。而对于很多时候，大家注意了，这一根假阴线如果能够在上涨的行情当中用收阳的方式快速的吃掉它，那也是一种行情延续并且短线是强势的，会容易出现加速的信号，这一点也要关注。那这里呢，相对讲一个题外话，那么这个假阴线它其实有另外的一种操作的手法，但是阿哲觉得比较激进，所以接下来阿哲所讲的内容呢，它不是阿哲今天所主要分享的，但是可能对你有所帮助。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操盘手法呢，你也可以把它跳过不听，或听了之后呢也不接受不采纳，后续依旧以假阴之后出现反包为一个加速买点。好，那么什么叫做假阴线的操盘手法？那首先它必须要在一个多头强势的市场，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多空起爆的一个飘带如果市场是处于一个上涨的周期，是一个中期上升的行情，那么飘带应该是绿色的。
好，趋势类指标告诉我们，这一个绿色的走势，它就是一个我们所认为的上升行情。那如果上升行情出现了假阴线，你发现市场的走势哪一根是假阴线啊？比如说刚才所看到的这一根是假阴线，那你只要确定它是在上涨的行情，那么假阴线的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的低点画一个横线。当某一天收盘价跌破了假阴线的低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买入机会啊！这是用比较左侧、比较激进的用买点。你如果相对保守，你可以等它重新站回来啊，在飘带上止跌站回来，而后去做买进。但阿哲所说的是一种相对的观察市场的方式。一个上涨行情强势上涨波段出现了一个假阴线，那么它的低点一旦被跌破，往往是一个短线的交易机会。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像这种行情走势其实不少见的假阴线，我们寻找一下市场当中的假阴线有没有股价上涨而后价格却是收阴的。那包括这一天是不是也是这一天也是都是股价上涨，但却实际是收了一根上涨 K 线的假阴线。那把它的低点延伸跌破的时候，是不是机会在此产生？把它的低点延伸收盘跌破的时候，短线机会是不是在此产生？目前的市场它是什么带呢？是红带还是绿带？很明显它是一个绿带。当绿带走势出现了一个假阴线时，操盘的方式你就明白了，你应该怎么做。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根 K 线是一根上涨的但收阴的 K 线，它是一根假阴线。好，假阴线出现了，我们把它的低点画上，收盘跌破这一天刚好跌到了绿带上，股价后续止跌上涨。激进的朋友跌破绿带，则绿带上越跌越买。如果保守型的朋友更加想要准确度高一点的，可以等待一根 K 线实体较多的收在绿带之上去看涨，这是可以的。那我们看到像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假阴线假阴线出现，把它的低点画上，是绿带就没有问题，多头趋势。好，假阴线出现了，这一天是不是收盘跌破？收盘跌破，激进的朋友越跌越买，相对保守的朋友收盘有一半实体站到飘带上去做多头买进，是不是股价上涨？好，你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又是一根假阴线，低点画线，它跌破了没有？它还没跌破。而这个地方不管是收阳反包，它是机会，它是跌破了，它在飘带附近止跌，它也是机会。所以美股行情目前涨跌，阿哲认为都有机会，只是强势与否。以跌破做低吸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反弹。而如果是直接反包突破2根 K 线的高点，那么这一根反包阳将会告诉你更容易是一个加速行情。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有关于影线阴线的观察一根长影针，一根假阴线，告诉你目前的行情涨跌都是机会为主导。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间的顶底测算。空间预测呢，它是指的阿哲日常在盘前每天的盘前，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对于纳斯达克指数做出以下的点位预测。当天的高点和低点它理应出现的范围区间在哪里？而这个预测的信息，阿哲会专门提供订阅观众去进行一个分享。那么如果你是今天新订阅阿哲的朋友，你是刚来到阿哲频道，首次收听阿哲视频，首次听到这一则信息，那么你可能还不能够收到，那没有关系，阿哲在稍后会告诉大家新订阅的观众怎么去看到每天阿哲所发布的这条信息。我们看到这里，这一个数据，这一个点位预测，它大体的逻辑是怎么样去得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阿哲认为在某一天的股价波动当中，它的4个价格构成了蜡烛图，它的高、它的开盘、它的收盘价，那么等等4个价格构成了当天的价格，而这个价格它一般会影响到第二天的股价短线波动当中。在第二天股价的走势当中，它的波动幅度，它所存在的最大的一个高点，最大的波动的低点，那么只要在这个波动幅度当中，那么我们就可以持续的看涨或者说看跌。
而如果某一刻它当天的收盘它跌破了我们所预测的最大的一个跌幅，那么后续往往要看跌。那如果某一天的收盘突破了我们所预测的最大涨幅，那么后续则说明多头极强，应该看涨。那我们看一下昨天阿哲在香港时间6点前所发布的这一条订阅观众专属的消息，当时是不是说到在上一个交易日纳指是突破了预测高点，也就是说它远超阿哲所认为的最大涨幅，所以目前多头极度的强势，应该看涨不过呢，因为是10日线长上影，所以最好进一步确认，只要后续不跌破预测的最大跌幅，就继续看涨。那我们看到目前的走势，是不是昨天所预测的一个最大涨幅和跌幅基本上和这个长上影线的 K 线区间差不多？那么这一个假阴线的上涨，它就是在这个区间内的，所以目前说明什么？说明它依旧没有出现转弱。如果转弱的话，昨天就应该跌破预测的低点它没有。那目前很强吗？也不算强，只是一个正常的向上波动，因为它没有突破我们的预测高点。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过往的每一次计算，阿哲基本上呢是从前面这个低点开始基本上如果你是一直待在阿哲的一个群组当中，你会知道从这个低点这一天，注意了，就是这个低点，没有多一天，没有少一天，阿哲之前从来没有计算过这个空间预测，就在这个最低点17767.79当天，阿哲开始了这一个预测的计算和分享，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空间的交易。那么是不是其实突破预测高点和跌破预测低点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那总共呢突破的行情在本次当中有出现几次呢？这是一次突破这是第二次突破，这是第3次的突破。那么这一轮上涨当中，也就只有这3次是突破了阿哲所预测的一个最高涨幅，那么后续就没有了。那直到呢最近的低点出现了1次突破、2次突破引导了这一波强势上涨。那么跌破的行情呢，是不是这里有1次跌破好，这里呢少数了1次突破这里呢是第2次的跌破这里是第3次的跌破。那么在本次的上涨当中你会发现是不是突破的比跌破的要多多很多，多1倍以上的数量，所以本次的上涨肯定是多头强势，毫无例外。而你会发现每次向下跌破居然都是一个低点这就是一个砸盘的现象，一跌破预测的最大跌幅就见了低点。但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管这个跌破是真跌破还是假跌破，你只要顺势去操作，突破就看涨，跌破看跌，突破就看涨。而突破之后呢，它没有再进行突破，也没有跌破，那么就顺延看当前的涨势是持续的看涨，又突破又看涨，又突破又看涨，那么直到跌破了，那么就看空。而市场当中跌破之后呢，它的风险如果一直没有再次的突破预测高点，那么依旧呢就属于风险的区间内，直到再次的突破。那么这一个位置再次突破，告诉我们它进入到了一个多头的范围，而目前一直保持的多头的态势。那么如果你说空间的领域中怎么去看待目前的市场，依旧看涨，直到有那么一天跌破了阿哲给到大家的一个预测低点的时候，就要小心风险。那么像今天盘前，阿哲会在开盘之前依旧在我们的一个群组当中去分享当天所预测的通过昨天的这一根 K 线预测今天的最大涨幅和最大跌幅。那如果今天市场突破最大涨幅，那么将会加速上涨，如果跌破这一个最大跌幅呢，那么市场的调整将如期而至。那接下来呢，阿哲为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是订阅观众，应该怎么样去收到阿哲的这一条消息，怎么去每天开盘前就能够看到这一条信息和预测的数值呢？那么只要是订阅观众，你可以获得3重福利。第一个就是能够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订阅观众进入到粉丝群组可以获得知识答疑，任何的一个知识难题在群组内，只要阿哲看到你发送了，你评论了，阿哲会及时的解答。
那么第二呢是盘前解析点位的预测，第三是进阶知识内部的直播。这3重福利将会在各位订阅之后在粉丝群组中去获得。那么订阅之后怎么领取3重福利？很简单，在我们的下方评论区，注意了，在下方的评论区你可以看到阿哲有一个置顶的链接，置顶的评论，其中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你点击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助教老师，他将会在审核通过之后告知各位3重福利怎么领取，会一一的给到各位。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讲一下，如果你是订阅观众，那么肯定今天刚订阅阿哲的，曾经我们在内部课程当中，在粉丝群组当中所讲到的知识点，你可能落下了，你可能错过了，那么短期内阿哲也不一定会去再次的讲解，所以记得跟助教老师领取一下往期视频的一个回放，这些回放在阿哲的一个公开频道是没有的，所以记得领取回放，这个呢一定要切记。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刚才讲的是一个指数的分析和解析，那么当下我们具体落实到个股应该怎么去交易，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部分。我们看到个股解析环节，阿哲呢写在我们的海报上的是有5只个股 AMD、NVDA 谷歌、特斯拉和 MSTR， 但是阿哲呢今天所讲解的应该远不止这5只，那么会有一定的关联性。大家看到我们的图板，在阿哲的昨天和前天的直播当中，那么阿哲有提到一个选股的逻辑，就是当下的行情通过纳斯达克指数，那么科技股以及很多个股，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目前哪些股票是强势股还是弱势股呢？那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指数它目前是带有一个缺口，而后这一天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上影线。阿哲曾经告诉大家，如果出现这种走势的指数行情，我们的个股你可以去寻找一种图谱，就是同样处于上涨调整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个长长上影线的 K 线，那么将和指数之间进行一个强弱的博弈。那么如果你手中的个股在这一根长上影线和指数同一天出现的长上影线之后，它出现了比指数更快的反包，更快的突破影线的高点，那往往是有资金明牌告诉你，指数目前涨不涨我不管，但是这只个股我很看好，而且我准备拉升，我准备去让它成为一只强势股。这是一种资金在当下行情的一种明牌动作。如果你能够找到这种个股，那么你目前的选股列表当中将会得到一批强势股，它是一种种子型的选股方案，这一群种子能够比其他个股、其他图谱在当下行情更容易生根发芽，成为短线强势领涨个股。所以我们之前是不是在课程当中讲到了 AMD 这只个股呢？不是阿哲所挑选的，这只个股是我们的同学在直播间做作业的时候挑选到的，这是一个个股。那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上涨回调，如果出现了上影线，它是风险吗？它不是风险。多头的行情出现了回调上影线，只要吃掉它就是上涨出现。那么这个位置的表现一般，因为当时的指数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上影线的行情，它当时不代表当时这里的上影线不是一个强势股的表现。那么现在的 AMD 呢，它就算是一个跟个股跟指数同步的走势，而昨天突破了。那么它目前唯一不好的就是它之前的下跌过深，所以有一个红带趋势略微的开始走坏，但是它的整体图谱是 OK 的，当下属于一个领涨股种子潜力型选手之一，而昨天是出现了买点。那么像我们在直播间讲到的另外几个作业，比如说戴尔它是一个市场绿带，同时跌的又不深，而后呢有长上影线出现，但是我们说如果它和 AMD 谁先出现买点如果同时出现买点，那么阿哲觉得戴尔会更好。但现在呢 AMD 长上影线没有买点，它不像之前有买点出现，现在依旧没有，甚至呢还跌破了影线的最低点，比指数还弱一点。那么我们再看到之前在直播间讲到的 Meta 是吧，也是一个长上影线，它相对于戴尔
还好一点，因为它的缺口还在，并且它和我们的指数差不多，它昨天也是一根什么 K 线啊？一根假阴线啊，同时在绿带之中啊，所以目前它会更加优于戴尔去进行关注。而3只个股当中，阿哲觉得最为弱势的呢，却出现了一个明牌的动作，资金直接隔天把上影线给吃掉了。所以为什么说 AMD 有资金提前买入的信号，有资金呢拉升的准备动作？通过这一个上影线的吃掉，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你说阿哲，我需要考虑财报吗？目前阿哲所做的分析是没有考虑到消息面的影响，我们就看价格的分析，就看市场最为本质本真的一个市场的运动，它就告诉了阿哲，它这里是一个资金的明牌，想要去拉升，想要去上涨的行为。那么叠加财报即将发布，那么阿哲觉得呢，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比较看好的信号。那么像之前特斯拉的走势，它在相对的超预期之后，股价连续大涨，但可惜呢，之前我们虽然说过连续的小星星后，市场的走势应该是什么呀？有机会的，但可惜它一直没有给技术面的买点，所以这一波行情，除非你是左侧越跌越买，那有可能把握得住，但如果是右侧投资者，这个位置是很难去提前买进的。而 AMD 目前在图表当中给到了这么一个信号，那么阿哲觉得呢，不管如何，你可以相对的去关注一下。那么在讲英伟达之前，阿哲这里相对的插入另外一只个股，那么这只个股是阿哲找的吗？不是阿哲找的，也是呢跟随阿哲学习之后，有同学根据阿哲的选股逻辑去找到的一个股票，是 AI C3 AI。那么这只股票呢市值比较小并且呢它的基本面不太好，所以阿哲觉得做个短线还是可以的。那么我们会看到近期的走势也是连阳上涨连阴下跌，很明显是有资金的操盘现象的。而这里呢也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而后昨天是一个阳线的仿包，昨天的市场是一根假阴线。而如果你的手中的个股能收阳线，那么说明它的资金是比较明目张胆的。所以这一个 AI C3 AI 也是同学做作业时找的比较不错的一个标的为大家呢进行一个分享。这一个模型形态资金都还是表现不错的，并且它之前也出现过连续的上涨，连续下跌，在绿带附近出现长上影线，而后资金明牌动作，股价走出一个短线的上涨，但还是要提醒基本面不太好，所以只能够呢先看个短线的上行。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绿带突破之后这个绿带的上沿作为 AI 交易点位的一个首次止损点。这个绿带上沿是多少？我们看到这里，绿带的上沿是 25.909 这是目前如果把它作为买点的话，那么你的止损位应该是绿带上沿短线止损。下面呢我们看到 NVDA 英伟达。那英伟达这个股票，阿哲在昨天的直播间当中是不是有提到应该是周天或周一的直播间当中有提到，短线它属于强势股吗？阿哲当时说的很明确，已经不太算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天它的缺口没有出现，作为一只个股，而且呢是一个影响力特别深的个股，在指数出现了一个强势的跳空上涨后，而我们的英伟达当时却并没有大幅的跳空，而是一个小幅的高开，差点都高开不了。所以呢这一天表现告诉我们，短线资金是有所撤退的。你会发现这一天周一的时候，市场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是收阴一个假阴线，而英伟达呢是直接就是下跌直接就是下跌，目前没有效跌破昨天的长上影线，但是呢已经表现有所弱势，比指数相对弱势，那么就比市场的平均价格水平有所弱势。看到下方的资金走势，下方的资金呢是不是回到了这个零轴？这是一个 BBD是一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资金走势，短线资金走势的预判。它目前跌破了零轴，说明资金的流出力度是蛮大的。那像这里资金跌破零轴，那么说明有转弱的可能，我们要关注一下这里能不能出现一个重新再次的收率，再次的流入。那么如果能够立马在今天出现，说明市场
将再次出现一个绿带上的回调启动买点。目前的绿带呢，它的一个走势幅度比之前要更加的宽广，说明支撑会更强，多头的引力更强。那目前如果这里能够出现一个绿柱上行反包，那么将会再给到一个英伟达的买入点位。关键点支撑点在哪里呢？在这一根阳线，因为这一根阳线是近期首次，或者说近这半年来1年来首次达到80以上控盘的，所以这根 K 线的低点将会是一个关键的有效的支撑，它同时也和绿带有所交集。那么这里只要能出现一根阳线的启动，那么大概率资金呢应该就回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将会形成一个再次的波段买点，只是它大概率呢，英伟达短线很难成为近期的本周的一个强势股，因为它已经开始逐步的走弱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只个股，第三只个股呢，阿哲讲一下谷歌。谷歌的话，它其实也是阿哲通过我们的指数和个股当中的强弱对比去进行选择的。其次呢，它还有一些消息面的刺激。我们看到这里，这一天它出现了长长的下影线，大家注意了，这一天是长长的下影线，而后隔天呢，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根相对实体阳线出现，而且有跳空缺口。我们看一下这一天指数是什么样的。指数纳斯达克当时这一天出现的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也是一个跳空缺口。那也就是说，谷歌其实在这一天表现是强于市场的平均水平，因为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而它就只是回落了那么一丢丢说明这个地方资金表现已经提前强势，而后配合消息面的利好，是不是昨天出现了大幅的高开而后全天基本是低走震荡。那目前怎么关注呢？你会发现的是，它是不是也是一根假阴线？那假阴线在绿带上，我们需要担心吗？首先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所以这一根假阴线出现之后，我们需要担心太多吗？其实还好没有太多要担心的。它如果能够立马强势的反包，那么是最好的，因为这个反包除了能够吃掉假阴线，还能够把前方的假阴线全吃掉，把前方的高点全突破，那么就是一个不错的上涨行情。同样这个点位也挺关键的，它有那么一个底部的结构形成。阿哲简单画一下，前方是下跌反弹，换一个颜色前方是下跌反弹再创新低这是左侧右侧呢上涨回调不创新低，而且比左边的低点是抬高的。目前是在走一个右边的震荡右边的震荡为什么在这里震荡因为这里将有一个颈线位，市场当中目前这里是一个压力点，而如果能够强势的在此处出现一个反包阳出现一个强势上涨阳，那么结构就彻底的构成，那么谷歌将是一个底部反转。所以谷歌呢，虽然昨天是一个大幅高开后的回落，但是依旧还处于可以关注的对象当中，它也算是近期的强势股走势，目前在关键的一个压力位附近。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只个股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在强势的连续上涨之后，那么阿哲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它的上涨大概率是刚刚开始，只是呢回调买进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目前的这一个走势是连续的上涨因为这个图表当中可能有点窄，看一下这个字眼是一个淘宝的淘，它是一个趋势多空绿带以及红带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提醒的信号。你会发现这个淘的字眼是不是还可以，它的出现代表左侧市场的上涨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短线的超买状态是一个超买状态。那你会发现每次出现的地方，在单边行情走势之后，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的提醒。一般来讲，这根 K 线的低点，它如果被跌破，那么就是预示着风险还蛮大的低点跌破意味风险还蛮大低点跌破意味调整呢，它的时间会比较长，要么是空间比较大。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特斯拉最新这根 K 线顶上有个淘，那么这根 K 线的低点不能被跌破，跌破那么就容易往下走，它走的一个方向就是下方的缺口。那么阿哲在上期视频也讲过，它往下走，我们只要在缺口附近
在阳线辐射区间附近找止跌买入的2次机会就行。那假如这个逃跑之后它继续反包，那么就是一个追涨买点逃顶 K 线能够被突破的话，它就是一个追涨买点。这是特斯拉当前很简单的一种方向性的策略。而这个逃之后如果跌破，那么利润你是应该获利了结的。逃跑之后如果是反包，那么应该是加仓的信号。那么最后我们再讲一下比特币相关的概念 MSTR 是不是再次的一个强势的上涨？那么这里要注意了， MSTR 阿哲之前是有讲过它的机会是在这一次回调当中回踩绿带止跌讲到的机会。那么现在还会去看机会吗？那么其实阿哲目前哪怕讲还有机会还会上涨，但是对于买入的选手来说，对于买入的交易者来说，你的性价比肯定是大幅降低的，它绝对不如这里的回调买点。那这里再去买其实就是一个赌它还能上涨，它已经不涉及到具体的好不好买入是不是好买点的问题，它这种是一个追涨的买点，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阿哲喜欢的回调买点。那目前呢，我们看一下从这一个低点，阿哲是不是在周一的时候教大家去数一下这个新值账法新值的测顶，从一个低点开始，股价如果突破上涨突破，我们可以数个1，如果把1的高点再次上涨突破，一定要上涨就数2的高点再次上涨突破呢就数3如果3的高点也是上涨突破呢就数4这种方法我们去计算一下。一般来讲短线的个股它正常来说会在3、4之间呢出现一些波动动能的衰竭。那如果强势的话呢会走到6如果最强势极端强势一般会到9。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1之后突破了，这里是0这里突破是1上涨突破这里是一个2，而后再突破这里是3突破这里是4。那么在4附近注意了，在4附近如果收阴线如果再次收阴线就要小心。如果事后能够再出现高开收阳的 K 线，那一般呢意味着还能往6还能往7再走但是一般在这个3的位置，在4的位置如果收阴的话就会比较大的风险。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 MARA， 它有一些个股目前有没有涨得像 MSTR 那么强势的，有没有刚启动现象的，是不是像这一个 MARA它也是和比特币有所相关联，那么它是不是走势还不是很高，而且它刚处于回调后的买点，那么它是不是相对于 MSTR 你去买的话性价比会高一点，它的风险会低一点，它至少没有太多追高的嫌疑这就是关于我们最后的相对于 MSTR 的一个解析。如果要选MARA 可能目前的回调买点会比 MSTR 的追涨买点会更加合适投资者的选择。这呢就是阿哲在今天29号为大家带来的本周美股行情展望，以及呢美股当前的盘前解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还未订阅阿哲，也希望对于本视频能够点赞订阅。更多精彩内容阿哲下期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啦。